国庆全家出游，嫂子主动负责规划，机票定在凌晨。我困得睁不开眼，想去买杯咖啡，嫂子却说飞机上有免费的，干嘛浪费钱？你一个不赚钱的女孩子，要懂得为家人着想。可她不知道的是，家里的钱都是我赚的呀，为啥要说我不赚钱呢？碍于我哥的面子，我没当回事。谁料他变本加厉，将我的头等舱换成了经济舱，5星级酒店换成了路边的廉价青年旅社，甚至连吃饭，他都把我支开让我吃他们吃剩下的边角料。爸妈非但不帮我，还装傻看着我吃苦。我直接一个电话停掉了爸妈和哥哥的2张银行卡。你们喜欢节俭，那我成全你们。嘿，朋友，不管你现在是在挤地铁等咖啡，还是刚放下手头的事想偷个闲，别着急划走。今天的一页故事刚好能填满你这几分钟的碎片时光。喜欢我的朋友欢迎点击订阅分享。那我们故事开始。嫂子和哥哥已经订婚，准备今年年底完婚。这次国庆，嫂子主动提出要一起去旅游，还说由她全权规划。我自然乐得清闲，马上过国庆要放假了，公司的事情必须加快处理好。可当我收到嫂子发给我的行程单时，整张脸都黑了。为了省钱，嫂子订的机票在晚上11点半。我处理完工作赶到机场，困得根本睁不开眼。本想着在登机前去买杯咖啡醒醒神，嫂子现了却一把将我拦住。灵儿，这机场的咖啡多贵啊，你爸妈挣钱也不容易，你要多为他们着想。再说了，现在你爸妈都退休了，你花的钱可都是你哥的，我们马上就要结婚了，有的是要用钱的地方。这飞机上不是也有咖啡吗？你上飞机喝，不花钱。我抽回自己的手，抿嘴假笑。难得全家出来玩，我也不想一开始就闹僵，这事儿我就算忍着过去了。可办理登记手续时，我却发现了不对劲的地方。出去旅游的经费我早就全部打给了我哥，我的要求也都全部告诉了他。20万的经费，他竟然让我坐经济舱。我脸色沉了沉，好声好气地对我哥说，我说过我要坐头等舱，为什么还给我订经济舱？我哥刚要开口解释，嫂子又冲了出来，哎呀，做什么不是做啊？坐经济舱不是省钱吗？你哥赚钱不容易，能省一点是一点，你要知道为你哥着想啊。我压抑住心里骂娘的冲动，越过他们去找工作人员升舱。谁料嫂子直接追过来，当着所有人的面大吼一声，你敢升舱试试？你当家里的钱都是大风刮来的？有你这么乱花？你这么有本事，那就把我们都升舱了。一个人享福算怎么回事？我止不住冷笑，这嫂子还没过门，倒是教训起我来了。我给了20万还不够，还想让我出钱给他们升舱，想得美。我询问了工作人员，他们告知头等舱只有1个空位。我无视嫂子那张牙舞爪的模样，提交证件直接办理。爸妈坐在我哥前排，2人余光往我这里瞟，但是没有一个站出来为我说话。他们明明知情，这个家里我才是唯一一个挣钱的人，但是却都默认这些钱就该都是我哥的。可是凭什么呢？9年义务教育后，爸妈就把我推出去打工，我摸爬滚打这么多年，辛苦赚到的钱凭什么给我哥？我换到头等舱，吃了点东西就开始睡觉，一觉睡醒，刚好抵达。嫂子在家族群里发了住宿的资讯，灵儿，我们住的青年旅社资讯发给你了。我点开链接一看，好家伙，大众点评评价2颗星，单间1晚只要58。我一边走一边翻看底下的评论，清一色的全是差评。等我走到出口，嫂子他们在原地等我，
我黑着脸和他们会合，自己默默订了一间附近5星级酒店的套房。他们喜欢吃苦，我拦不住，我可受不得这委屈。我们在门口拦了车，等到了青年旅社门口，我主动拎着自己的行李往对面那条街走。我订的5星级酒店就在青年旅社对面，走过去也就10多分钟的距离。嫂子见状直接拉住了我，灵儿你去哪儿？都到门口了，赶紧进去登记吧。我一脸假笑，还算礼貌的敷衍，你们住吧，我住不惯，去对面住。嫂子一听却是急哭了，你怎么这样乱花钱？对面那酒店一晚上都是5、6千的，你这一晚就是我1个月的工资，怎么能这么浪费钱呢？我直接被气笑了，我花你钱了吗？你管我住一晚多少钱？嫂子见我不听劝，直接捂着脸哭了起来，你是不是看不起我？看不起我一个农村来的是不是？我虽然没读过几年书，但我也是凭自己努力赚到的钱，不像你，只知道花家里的钱。你哥哥有本事，本科毕业进了一家好公司，可他就算每个月赚10万，也不够你这么挥霍的呀。我实在受不了他这副样子，甩开他的手，只想离开。哥哥却见自己女人哭了，2步冲过来，再次拉住了我，更是直接甩了我一个巴掌。你怎么跟你嫂子说话的？你知道她为了策划这次旅游费了多少精力吗？你自己不领情，怎么还能骂她？你要是不想跟我们住，你就直说，干嘛这样说你嫂子？她是我女人，容不得你这样欺负她。我捂着脸像看白痴一样看着自己的亲哥哥，那护犊子的样子仿佛嫂子才是他的亲人，而我这个每个月给他发工资的妹妹是他的敌人。爸妈许是赶路累了，拖着行李过来催促，出来玩吵什么？张倩玲你别瞎胡闹，赶紧跟你嫂子道个歉。我爸妈对哥哥的偏袒这么些年来我早就习惯了，可他们对嫂子的维护仿佛一根冰箭直插我的心脏。我瞎胡闹？行，你们喜欢住这种地方，你们就住着。我皮肤娇嫩，住不得这种青年旅社，你们自己好好享受吧。话落，我扯着自己的行李箱远离了他们。刚走几步，身后就传来哥哥的怒骂声，你爱住不住？我们走。我订的房间在顶楼，住一晚12888，包3餐。拉开房间的窗帘，整座城市的景象映入眼帘。我看了眼时间，早上7点32分，坐了一晚上的飞机，难免疲倦。一个好的住宿环境就显得尤为重要，就好比现在浴缸里正放着热水，全自动按摩浴缸开启自动消毒模式，半小时后我就能舒舒服服地躺进去泡个澡，再好好补个觉。我坐在阳台的摇椅中，吹着清凉的风，看向对面3楼处满脸愁容的爹娘。青年旅社只隔了一条马路，从这里能清晰地看到他们的住宿环境，当然他们也能看见我。四目相对时，我举起水杯和爸妈打了声招呼，下一秒手机就传来铃声。我点开是视频通话，灵儿啊，你给爸妈也订个房间，这地方根本不能住啊。是啊，还有你哥哥和嫂子也订一间，这地方虽然便宜，但是脏乱差，被子都是黄的。是的呀，还有那个马桶哦，我根本不敢往上坐。我将手机放在摇椅旁的茶几上，喝了口热茶，缓缓开口，是吧？那你们找哥哥帮你们订吧，不然我给你们订了，嫂子又要不高兴。嫂子可是个节俭的人，看不得你们这么乱花钱的，你们为了哥哥也应该忍下来啊。万一哥哥和嫂子吵架，岂不是给哥哥添麻烦了？老两口平日里最宝贝的就是这个大儿子，从小到大所有好吃的好喝的都是哥哥优先原则，就连上学都是我去打工赚钱供哥哥读书，哥哥在大学的零花钱都是我这个妹妹出的。
一听到会让哥哥为难，两人立马就闭了嘴。见他们打消了搬走的心思，我拿起手机在房间里走了一圈。爸妈，你们看看我这房间怎么样？我一开始就打算给你们一人一间这样的套房，钱我都打给哥哥了，整整20万呢。哎，可惜嫂子偏偏要去那种地方给你们住，您二老遭罪喽。不过话说回来，这钱省下来也都是哥哥的，等以后哥哥嫂嫂结了婚，嫂嫂也能用哥哥的钱对吧？这样一想，嫂子也没做错什么，她这也算是在给自己省钱，你们说是吧？话已至此，我也不再多说。门外响起敲门声，是我订的餐到了。我将门打开，一推车的食物从外面推进来。我给爸妈看了眼特写，便直接挂掉了视频。最后两人那黑如锅底的脸色，我是看得清清楚楚。这次我必须要好好膈应膈应他们。当天晚上，嫂子在群里发布晚上的流程。晚上我们去夜市吃点当地的特色，并且发了好几张她在网上找到了美食图片。我以吃过了的借口婉拒，不想参加他们的穷游活动。嫂子却不依不饶，一哭二闹三上吊，说我就是瞧不起她一个乡下来的，硬是让我哥把我给拖了下去。夜市里的空气飘散着美食的香气，整条街装满了各类小吃。爸妈在哥嫂的带领下几乎每个都尝了一遍，看他们吃得起劲，我却只是买了一杯鲜榨果汁拿在手里跟着一起走。实在是因为酒店餐厅里好吃的太多了，出门时自己早就撑得不行，哪儿还吃得下东西。嫂子吃饱喝足，转头见我只捧着饮料，立马又开始阴阳怪气。灵儿这是瞧不上这路边摊是吧？这路边摊你别看着脏兮兮，味道好着呢。爸妈你们觉得呢？我爸妈嘴里还塞着不知名小串，转过头来跟着附和，发出的声音支支吾吾的，却能听出他们说的是好吃好吃。嫂子一看爹娘都力挺她了，那副嘴脸就更得意了。你现在吃着家里的，喝着家里的，自然是不知道柴米油盐贵。你看你哥哥，每天早出晚归，还不都是为了钱？你要懂事，别老是乱花钱。来，这个矿泉水给你，果汁给爸妈尝尝，他们还没喝过呢。我手里的果汁被嫂子一把抢走，塞进妈妈的手里，又往我手里塞了瓶矿泉水。我下意识用手一拧，瓶盖居然是松的，矿泉水被人打开过。我不敢随便喝，万一里面加了什么东西，谁都说不准。我将矿泉水往哥哥手里一塞，越过他们走到前面。前面有一家卖手工制品的，我打算买一点带回去当纪念品。摊子上摆着很多手工编织的项链和手链，店家是个有些年纪的老奶奶，她笑着对我招手。我蹲下身子挑选，奶奶这些怎么卖？奶奶笑容很慈祥，举起一张纸牌，上面写着店家是聋哑人，项链50，手链30，价格不贵。我干脆就将所有都装了起来。奶奶一双眼睛亮晶晶的，却在看见我举起手机要扫码时，脸上的神情瞬间暗淡了许多。我想对于一个聋哑的老人，也许现金会更好一些。我对着奶奶打手势，指了指不远处的 ATM 机，奶奶只一个劲的点头。我取了2万现金，全部塞给了奶奶。奶奶看着那厚厚一沓钱，追过来要还给我。我们两人推搡间，嫂子慢一步赶到，只见她扒拉了下我手中的塑胶袋，又看了眼奶奶手里的2万元现金，立马就开始大叫：灵儿你被宰了吧？这么点破东西往上1000块能买一大袋，这老太婆太黑心了。我真不想跟她理论，但也不想奶奶被误解。这东西都是手工编织的，我说它值多少，它就值多少，莫花你钱，你少跳出来逼逼叨。哥哥这个护妻犬立马跑出来维护，
灵儿，你嘴巴放干净点，你嫂子也是怕你被骗了。我点点头，将钱塞给奶奶，暗示她快走。奶奶嫌我们因为她吵架，硬要把钱塞回来。嫂子嫌我们这般推搡，直接把钱一把抢走，从里面抽出2张100丢给老奶奶，拿去，200都算便宜你了。说完，她把钱放进自己的背包里，还好心地提醒我，灵儿，你还是不知道赚钱有多辛苦，这钱我就先帮你保管，不然什么时候被你挥霍完都不知道。我气得想打人，一回头见老奶奶蹲在地上捡那2张100元大钞，她不说什么，只是捡起钱往自己摊位走。那佝偻的背影越发的激起了我的怒气。周围人因为这边的吵闹声也开始聚集。我上前一步，把嫂子包里的钱抢了回来，举起1根手指在她面前警告，这钱是我的，你再敢碰一下，我直接给你送进公安局。我哥刚要发作，我立马回头瞪了他一眼，并出言警告，别忘了，你公司的老板是谁？嫂子很明显听不懂我话里的意思，被我凶了一句，立马委屈巴巴的在我哥哥怀里卖惨。我不愿意搭理他们，扶着老奶奶将钱塞进她的布袋子里，直到老奶奶安全离开，我才安心的回到酒店。可没想到的是，刚洗完澡准备睡下，门外响起了敲门声。我透过门口的猫眼，看到嫂子站在门口，她一脸幽怨地盯着门框。我打开门，她来不及反应，但很快就恢复镇定。灵儿，你这屋子真不错，一晚要5、6千吧？我将门关上，把手中拿着的尖刀握得松了些。12888一晚，嫂子要是喜欢，也可以来订一间体验一下。此话一出，嫂子的脸都白了，二话不说就从口袋里拿出1张保证书。灵儿，你别怪嫂子无情，你哥赚那么点钱也不容易，你这么会花钱，你哥是养不起你的。今天你就把这张单子签了，以后你和你哥再没有任何关系，还有你爸妈房产，他们说了，到时候也是给你哥哥的，你是知道的吧？希望我们现在说清楚，别到时候出了事情你再死缠烂打。我接过那份手写的保证书，大致内容就是让我保证以后都不会和我哥还有爸妈产生金钱上的往来。我举起保证书，在嫂子面前挥了挥，这单子我哥不知道吧？嫂子表情僵了僵，微微别过头，语气却坚定，你哥知不知道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今天必须给我签了，不然我是肯定不会嫁给你哥的。你们家出了你这么个吸血虫，家里再多钱也不够你败的。我觉得嫂子的提议很不错，直接把保证书签了，并且全程视频取证，还拍下了照片。嫂子很满意，拿着保证书就离开了我的房间。而就在她走出房间那一刻，我拨通助理电话，把我给我哥和爸妈的卡全部停掉，还有本来打算买给我哥的婚房也取消。第二天一早，嫂子在群里连环靠，我们今天要去爬山，6点必须起床。我看了眼时间，表示谁爱去谁去，老子要睡觉。我直接将手机关机，蒙着头继续睡。这次他们没有继续骚扰我。等我睡醒已经是下午3点，我打开手机，收到的第一条资讯就是嫂子发给我的，灵儿，晚上5点到我发的定位来吃饭啊。我看了眼那餐厅的位置，离得不远，评分也不错，嫂子倒是难得大方一回，我怎能错过？我简单收拾了下自己，在4点半的时候到了那家餐厅。一进门我就看见熟悉的一桌人，他们见我过来，脸色都不太好看，也许是没想到我今天会加入他们吧。嫂子见了我，对着我呵呵傻笑，一边招呼我坐下，一边低头点菜。我们坐着闲聊了几句，菜也开始一个个端上来。就在大家准备动筷时，
嫂子突然哎呀了一声。灵儿，我好像那个来了，你能不能帮我去买包卫生巾？我抬起的手又放下，看着那一桌子菜，皱眉应了下来。这里附近没有便利店，要买卫生巾就要走过2条街，走得快也要20分钟来回吧。我可以拒绝的，但是实在好奇他这么做的目的到底是什么。等我拎着一袋子的卫生巾回去时，桌上的菜就剩个底儿了。我将东西递给他，直接在边上默人的桌子边坐了下来。我招呼老板点菜，帝王蟹2只，澳龙2只，再来条野生大黄鱼吧。我点完餐，坐在我隔壁的爸妈脸色又是一僵。刚才他们桌上最贵的也就是那一盘鲍鱼，2888一份的帝王蟹怕是比他们一桌菜都贵了。见我点完餐，嫂子立马就喊了服务员买单，生怕我到时候让他帮着付钱。嫂子提议吃完去海边走一走，马路对面就有公车可以直达海滩。爸妈2人都已经60多了，吃饱了就想躺着，绝对不会想着再坐公车去什么沙滩。可最后2人还是跟着走了。也许是因为那一言难尽的住宿环境，更让他们难以忍受吧。至于我刚才点的菜，自己一个人一定是吃不完的，只是单纯的出口恶气罢了。多点的那几份，我直接让老板送给隔壁桌的客人。原本计划5天的旅程已经过了3天，剩下那2天我是1天都不想待了。可秉持着来都来了的原则，我还是决定给自己留最后1天购物的时间。第2天，我依旧睡到自然醒，在酒店用了丰盛的早午餐后，拍照发在了家族群里。今天你们自己玩，我要去购物。几秒后，嫂子立马回复：去哪儿购物？我们一起去吧。我没有立马回复，嫂子接着又发：万一你看见什么喜欢的，钱不够还能问你哥借点。我呵呵一笑，他大概是怕我自己偷偷摸摸花了我哥的钱，故意要来盯着我的吧。思虑再三，我还是把地址发在了群里。嫂子那么喜欢看我，就让她好好看着吧。我打车到了这里最大的奢侈品商城，整栋商场里从1楼到顶层都是普通群众消费不起的店铺。等嫂子他们几个到的时候，我已经买了2个包包。嫂子见我手臂上挂着2个购物袋，上来就伸手翻看。我用手一挡：嫂子，你这动不动翻别人东西的毛病从哪儿学来的？嫂子呵呵一笑：我就看看，这包包多少钱？贵不贵啊？我哥瞥了我一眼，许是对我刚才的阴阳怪气感到不满。什么贵不贵的？你只要喜欢，多贵我都给你买。嫂子一脸娇羞，往哥哥怀里使劲蹭，嘴里也没有说出个不字来。我带着2人到了我刚才买包的店面，店员献了我热情招待。我嫂子要买包，你给她介绍介绍吧。我刚才已经逛过了，就坐在边上的沙发上休息。嫂子在店里环顾了一圈，一眼就相中了橱柜里那个白色的新款，也不贵，30多万吧。我哥看了眼价格，微微皱眉，却还是咬牙答应了。我想他一定想着，有我给他的那张信用卡，花多少钱都是我买单。可惜啊，那张卡已经被停掉了，再要付钱，就要将我哥的老本都掏出来了。可这些年我哥吃喝玩乐，从不节省，每个月我打给他的10万工资，怕是也都挥霍一空。不知道他能不能给嫂子买下这个心仪的包包呢？我觉得有意思极了，随手一指，又买了个包住助兴。店员麻溜帮我包了起来。我走到柜台买单，我哥见我正好在结账，便开口说道：你嫂子看中一个包，你一起给买了吧。我将卡递给销售：你老婆的包我可买不了，我可是跟嫂子签了保证书的，以后绝不和你们有金钱上的往来。我哥脑子迟钝，没转过弯来，只听到我说买不了，他翻着白眼冷哼：不买就不买。
我自己刷卡照样你付。我收好自己的银行卡，叉腰站在边上等着看戏。嫂子这时候安安静静一句话都不说。那个这里省钱那里省钱的嫂子去哪儿了？我看着我哥将我给他的信用卡递了出去，销售接过后在 POS 机上操作。不好意思，先生，您这张卡刷不了，请问您还有其他卡吗？我哥的脸立马僵住，怎么可能刷不了？你再试试。嫂子也跟着急了，踮着脚尖往柜台里看。爸妈在这个时候走进来，我妈手里拎着一个小购物袋，看来是有所收获，只是这脸色看着不大好看。销售又试了2次，还是付不了钱。我哥的脸急得都红了，嫂子的脸色也很不好看。我适时开口，嫂子，你不是说要为我哥着想吗？怎么现在一个30几万的包包舍得让我哥买？你知道他要辛苦工作多久才能赚到这个包吗？爸妈走过来，听到30多万，脸色也是难看得很。想到他们为了嫂子所谓的节俭住在那种破地方，而他要让他们的宝贝儿子给他买30多万的包，我妈就已经气得不行了。小韩，30几万一个包可不便宜啊！嫂子被驳了面子，一下没绷住，直接吼出了心声。我买30几万的包就不行，你们女儿买了3个了，你们怎么不说？你们就是偏心，给女儿那么多钱买包，却不舍得给我买。我过门了也是你们的女儿呀，你们就这么不待见我吗？是不是也看不起我是个乡下人，觉得我不配用这么贵的包？嫂子哭得伤心，每一滴眼泪都像是在我哥脸上扇了一巴掌。我不愿意看他哭哭啼啼的绿茶模样，刚要转身走，我哥一把拉住了我。张倩玲，你买了这么多包，给你嫂子一个就是了，你一个人也用不了这么多包。我甩开他的手，怎么，自己没钱给媳妇儿买包，跑来抢妹妹的了？你要不要脸啊你？我哥本就丢了面子，被我这般当众羞辱，气得抬手又要打我。还是刚才的店员见状替我拦了下来，并且在我耳边轻声问了句，张小姐，是否要帮您报警？我点头，报警吧。一听报警2字，我哥立马消停了。1个小时后，我们全家都被请到了当地的派出所，为我们美好的旅程画上了完美的句号。从派出所出来，我哥脸色铁青，死死地瞪着我。站在他身边的嫂子脸色也极差，估计现在悔得肠子都青了。刚才在派出所里，远景叔叔问了事情经过，我一一交代后，我哥开始吐槽，指责我擅自停了他的卡。远景同志听得满头雾水，我站出来将我们家的情况说明清楚。等我说完，换成嫂子脸色铁青，我又将嫂子让我签下的保证书拿出来给远景同志看。我哥立马转头瞪着嫂子，似乎在询问，又似乎在责怪，但碍于面子，两人都没有多说什么。倒是我爸妈异常的淡定，仿佛笃定了什么似的，只淡淡地看着我。5天的行程在第4天被迫终止，我订了当天的机票，回到了上海。落地后，我收到嫂子发来资讯，灵儿，是嫂子错怪你了，之前写的保证书，嫂子已经撕了，你就当嫂子糊涂，脑子坏了，你千万别跟嫂子生气啊。我看完，点击他的头像，删除当前联系人。过了会儿，我哥又发来消息，你有什么资格删了你嫂子的微信？赶紧给我加回来。我又点击我哥的头像，把他也删了。这个世界没有谁离了谁活不了，非要有，也是你们离了我活不了。之后的一段时间，爸妈一直夹在中间做和事佬，我用工作忙搪塞了一次又一次，可躲得了初一躲不过15。大年30那晚，爸妈直接找来公司，拉着我回去吃年夜饭。饿了他们这么久，
我也怕他们做出什么极端的事情来。我给助理发去消息，让他带几个人在我家附近蹲守。爸妈现在住的房子是我出钱翻新过的老房子，之前有想过要给他们买房，但是爸妈说让我先给我哥买，买了我哥好结婚。这不，年夜饭我刚坐下，我爸就开始提这事儿。灵儿啊，你哥和你嫂子结婚证也领了，婚房的事情你打算什么时候给落实啊？我吃着面前的菜装傻。什么婚房？我哥的婚房，当然是我哥自己买。我哥这段时间可是憋着气呢，见我说话不好听，就想站起来跟我理论。我爸一把拉住他，忍着脾气跟我说：张倩玲，我们这个家里最重要的是你哥，全家都应该竭尽全力让你哥过上好日子，让他结婚，传宗接代。你现在不给他买婚房，他怎么结婚？怎么传宗接代？我没忍住笑出了声。他不是已经结婚了吗？传宗接代这事儿，在哪儿不能干？非要在我买的房子里？什么道理啊？这孩子是给我生的，我可没这义务。我哥这下是彻底憋不住了，一拍桌子，直接站起来，指着我的鼻子就骂：张倩玲，你真以为自己多牛啊？我命令你，明天就去把公司转让给我。我们张家还轮不到你一个女人说了算。我低着头，肩膀一抖一抖的，憋笑实在憋得难受。我哥这智商到底是怎么考上的本科？我妈站起来安抚我哥的情绪，不想把事情闹得太僵。哎呀，都是一家人，坐下来好好说嘛。倩玲啊，你哥说的话也没错，你一个女孩子家整天抛头露面做生意也不好，开公司这种事情就该交给男人去做，你就安心找个好男人嫁了，再生个胖娃娃才是正经事啊。嫂子就坐在我妈边上，见状也起身附和。是啊，你一个女孩整天和那些大老板谈生意，喝酒什么地，谁知道他们会不会对你做什么？真要发生点什么，以后你还怎么嫁得出去哦？你哥这么做，也是在替你着想，你要懂得感恩。我看着这一家人的嘴脸，觉得自己格格不入，甚至开始怀疑自己到底是不是他们亲生的。我反倒是觉得嫂子和他们犹如亲生。见我不说话，我爸又接着开口：上次国庆，你把我们的信用卡都停掉了，你要是不想把公司给你哥也行，以后每个月往我们每个人卡里打50万，这个公司我就让你留着折腾。我们也不贪心，就你这公司每年的收益，这点钱算不上什么吧。还有你嫂子现在可是怀孕了，要给你嫂子打双份，100万，每个月1号，准时到账，否则就别怪我们不顾念亲情了。我长叹一口气，站起身来。我还以为爸妈是真心想让我这个女儿回家过个年，吃顿年夜饭，没想到居然是鸿门宴，还威胁上我了。你们这算盘打得好啊，不用管理公司，我每个月要给你们打250万。我看你们是把我当成250了是吧？我警告你们，公司是我的，跟你们半毛钱关系没有。原本我还能顾念亲情，每个月给你们打点生活费，既然你们现在不把我当亲人看了，那么以后我们也就不要再装模作样了。要钱1分没有，公司更不可能给你们。我说完拿着包就走。等我走到门口，我哥一个箭步冲上来，上来就掐住我脖子，那力道仿佛要掐死我。我伸手在包里按下求救键，余光刚好看到墙角新买的大冰柜。这冰柜打算做什么用？冬天囤年货，还是打算把我杀了藏尸在这里？我越想越后怕，看着爸妈那冷漠的神情，真觉得自己这几10年的付出可笑至极。明明早就该清醒，这里根本就不是我的家，他们也根本就不是我的亲人。就在我一时模糊之际，大门被踹开，
助理带着2个魁梧大汉闯了进来。等我再次恢复意识时，人已经被送到了医院。助理帮我报了警，远景线我醒来询问我事发经过，我如实禀告，并且强烈要求追究刑事责任。我托关系找到了最好的刑辩律师，一定要把我哥多关几年。一个想要我命的人，怎么能让他继续生活在我身边？王律师经验丰富，没有让我失望。经过几个月的努力，数罪并罚，最终我哥被判刑有期徒刑25年。爸妈当庭崩溃，我爸哭晕了过去，送到医院被诊断胃脑梗，不过还好就医及时，除了眼歪嘴斜，说话不利索外，依旧活得好好的。我妈一夜白了头，来我公司找了我好几次。我出于人道主义，把他们送进了敬老院，要求院方好好看守，绝不能让他们跑出来。要是走丢了，一定追究他们的责任。自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我爸妈，我的生活仿佛恢复了平静。直到1年后，家门口出现了那个抱着孩子的女人，嫂子抱着刚满月的孩子，跪在我面前：“灵儿，嫂子求你了，你念在我们亲人一场的份上，就收留我们吧。你哥现在人在监狱，等他出来我都成老太婆了，这孩子我一个人是真的没办法养大，求你帮帮我。”我连门都没开，谁知道他憋着什么坏，见我不开门，他就开始敲门。敲门的声音一声比一声响，我站在门边，拨打了110。透过门口的监控，我看见他从腰间掏出一把剪刀，在我的门上疯狂地捅，而无论他怎么折腾，怀里的孩子都一声不响。我皱眉将监控放大，这才看清他怀里抱着的孩子早就脸色惨白，没了声息。约莫10分钟，远警赶来将他带走，我委托律师将他送进了精神病院。若干年后，我接到敬老院的电话，他们告知我的父亲去世了。我托人给父亲办了个盛大的葬礼，算是尽了我身为女儿的责任。爸爸死后，敬老院里就剩下妈妈了。不知道是不是时间久远，心中的恨好像放下了许多。那天，我鬼使神差的去医院看她，我妈苍老了很多很多，瞧着像是70、80岁的老人一般。我走进去叫了一声妈，她却突然抬起头瞪着我：“妈？谁是你妈？我根本就不是你妈！”哈哈哈，你这个小贱种，你是我在医院偷偷抱回来的野种啊！哈哈哈哈哈，当初我是想把你偷了去卖钱的，谁知道城里突然管得严了，这才没有把你出手。这么多年过去了，我终于能把这件事情说出来了。你就是个贱种，你是个贱种啊！你怎么能比得了我的儿子？我的儿子志强，从小就聪明，他从小就是个有能耐的孩子。都是你，是你抢走了他的福气，是你抢走的。你给我还回来，还回来！我默默退了出去，用力将房门关上，隔断了我和他的一切。知道真相后，我无悲无喜，仿佛一切尽在意料之中，又仿佛是命运给自己开了个天大的玩笑。既然他们不是我的亲生父母，那我的亲生父母又在何处？他们是否一直苦苦寻找我？如果我真的认了他们，他们会不会也这般贪图我的钱财？一个人不是很好吗？之后的日子里，我在各个城市里飞奔。在30岁那年，遇到了我的丈夫，我们结婚生子，过着普通人的生活。突然有一天，监狱里给我打来电话：“张志强的妹妹是吗？你哥哥张志强在监狱和别人打架，现在人已经死亡了，你抽空过来一趟吧。”我没去，张家的一切已经和我没有关系，但为了不给国家添麻烦，我还是委托了人将我哥的尸体处理了，并且托他将我哥的死讯告知依旧在敬老院里的养母李莲花女士。
你的儿子张志强已于2037年10月5日去世。养母知道儿子死讯后不久，也离开了人世。一家人就是要整整齐齐的才好。如果你喜欢今天的故事，不妨把它分享给身边的人，让一份小温暖变成2份、3份。下一期一夜故事，我们还会带来新的一夜惊喜，可能是关于梦想，关于陪伴，也可能是关于不期而遇的感动。记得准时来赴约，咱们下期不见不散。